好，那蛋壳蛋白就是拼眼光，可能会被套。那套久会怎样？也不会怎样哦。这个大寮以前不会啦，但是再烂，大家买到凤山而已，买到大寮这艺高人胆大。那之前有做大寮的人，大寮我买过一瓶7万块，你知道7万块我要怎么输？我不知道怎么输然后3房还是租3房的行情所以租金冲房贷都还有零用钱就是这样。持有那间到底有什么压力？怕失火或怎么样而已吧，那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第25层就是逼钱往外围低总价去跑，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不然你房价在大涨的时候，那个低总会趴在那里，钱全部都滚到蛋黄去，这样发展就不均衡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就这样。开始自产的第一间房要稳稳赚，还是去拼一波暴涨？2种策略一次分析。先说结论，如果你要打安全牌，你就是慢慢存你的蛋黄区那如果你要拼涨幅，那当然就是去蛋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第一间自产的房子要买地段好的，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中产阶级卡到第二屋贷款5成该怎么办就是说你已经搞定自住了然后你现在要来做第一间的自产，那个自住跟自产我们把它切开自住就是前提你要先搞定嘛，你要先安顿你的家人嘛，然后你还要再买房子的话，这间房子就是你自产等级的需求了那它可能是夫妻的第二屋，可能是你个人的第二屋差别在于说夫妻就是有夫也有妻嘛那当然什么多元成家夫那个在研究。好，那2个人他其实都有贷款首购8成的资格，所以夫妻可以买2间贷款8成。那一样继续买的话，第3间下去就要么挂老公，要么挂老婆身上，那就会直接触发第7波信用管制的第二屋贷款5成的限制然后中产阶级的话那就是没结婚嘛，那你就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用，你自己那你第一间8成，第2间直接就是5成了。好，那你搞定自住以后，你还要自产到下一间，一样卡到第二屋5成的第7波信用管制的限制。这个5成是指银行贷款5成，就是说你买1000万的房子，你要自备500万这样那我们看一下中产阶级它有2个8成名额那单身汉的话就是1个8成名额，那2个8成名额那个当然好处理但中产阶级持续自产，它一样会撞到这个第二屋5成的限制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第二屋5成以下怎么做会比较理想。很多中产阶级的夫妻他2个8成首购都用掉了，第3间开始卡那很多单身汉第二屋开始卡就这样。那5成限制框架之下房地产自产要怎么继续走？这也是非常多朋友关心的议题我那个私讯一直问那干脆拍一支影片，那把它讲一讲也不放会员了，这没什么好放的，想一想就也能想通，就大概就是这样。那贷款5成的话，有2个做法可以做。第一种做法就是你一样用稳健原则去挑房子，就是你一样去蹲你的蛋黄区，求什么？求一个败无可败。你钱不够你就继续存，存到以后再来买5成嘛。你要蛋黄就是贵嘛，就硬存那所以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周期很久。你可能以前存个5年6年，你就可以买一间新房子，存到下一间房子的头期款。你现在可能要拉到7年8年那大概就是这样，比较久就比较久没有差至少怎么样，你很稳健，你不会输你不会输到什么老婆叫你去睡沙发之类的。好，那第2个做法就是去搏一个涨幅另一个做法就是那你就去买蛋壳区的房子这就是拼眼光拼艺高人胆大以高雄来说，就是林园大寮的中古屋你看我讲那么久没提过林园，没提过大寮嘛，对不对那因为对高雄来讲，他们就算蛋白吧然后小港还算蛋白然后再过去的林园，这个应该就是高雄的蛋壳了。以台北人的眼光看不到林园大寮这边来，那高雄在地人也会尽量往都心走，蛋黄区走美术馆农16也不太会去 all in 一堆钱一堆房子 all in 在林园大寮这边。那林园大寮的中古屋它也是有优势的，它优势是它房子很便宜所以即使是在第二屋5成的框架底下，你要存到5成头期款还是简单的例如我们看乐居网大寮的房价，你看还是平易近人你要买中古屋，现在还是买得到一坪10几万10几万呢，2025年还有10几万的呢，电梯大楼呢。但买这种蛋壳区就会有风险，这风险是什么？它可能会掉队像这次的大涨
这个大涨旋风、狂风那边暴吹的时候，还没有涨到蛋壳区，它就只涨了。为什么？第七波信用管制去年9月19号就急动就变成它掉队了。所以你看大寮的房价，不是说房地产大涨，那怎么没什么变化？就还没轮到它，然后市场就停了，就按下暂停键了。所以如果你是自产买大寮的话，你就要先跟另一半沟通清楚，就是说这间房子可能持有的时间会比较久，有可能你们继续放，中间有租金收入以外，等到你要卖了，6年以后你要卖，其实房价差不了多少，这就是会发生掉队的时候的现象，但很难因为通膨嘛，毕竟它就是有可能有机会会发生，所以你要先沟通好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放，就好像你买黄金来放，不是说要期待黄金怎样就放着就当没这回事继续放着，就这样。那你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暴涨的机会。例如说，你这间房子从一坪18万涨到25万，这叫暴涨将近40%。蛋黄区很难很难会有这种等级的涨幅，蛋壳就做得到。为什么？因为18飘到25，这还叫做相对便宜。对比蛋黄，蛋壳都在18到25了，你那蛋黄应该是45，已经到65了就这样对比起来都市中心65万。然后你的蛋壳25万，哇，一坪便宜40万相对便宜，就是中古屋最核心的战斗力，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考虑的点。最后你要知道房地产的搏一把也没有很恐怖，那你不要看我讲的好像很恐怖，好像搏一把像赌博一样，其实还好，因为你就算真的去买大寮，然后你买6年以后它没有涨会怎样吗？不会怎样你现在是第二物5成所以你付款不会有压力我告诉你，你是财富永动机的状态，你是无敌的。我随便找一间来大寮区电梯3房638万，我们跑一下房贷试算，你一个月要缴的不到1万5呢，你再扣掉房租，你一个月顶多就几千块，所以继续持有的压力是非常的小的。那确实可以考虑怎么样，就报到赚钱为止甚至是你手上还有剩钱就来缴这钱，把它的房贷清掉以后是不是又腾出一个5成息率？不然你去再买第3屋，你要被那个自备要7成卡住。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说，蛋壳区它的总价低以看那个638万的那个案例来讲，我没有在卖那间房子或推销这个房子，没有，我是随便找以这个总价来说，你是不是杀一杀，可能580、590你买得到那准备5成就一半，不然就一半这还好这不是就相当于蛋黄区的2成头期款同样的钱嘛好，所以你去买这种低总价的东西，然后把它出租掉租客有挑，然后安全安稳度日以后，你完全可以放到大涨再把它卖掉，因为你中间持有它没有压力，你知道，这也是我喜欢房地产的核心原因，就是有各种流派的玩法，然后大家都是赚钱的状态，所以大家讲的都有道理。那你就是挑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喜欢欣赏的流派去跟，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的自产第二屋要怎么操盘，是真的可以想一下你是要稳稳的赚，还是要拼一波涨幅都 OK 都 OK。稳稳的赚就是你周期拉长你要拼涨幅就是一样去看那个蛋白蛋壳有重大建设的地方，大寮林园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林园捷运站这通车时间很快那你可以看看那边那一带的房子目前还算相当的便宜，那就很适合第二屋5成的操作的框架但是这边有掉队的风险我也都跟你讲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
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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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果你也听过的话，纯属巧合。那今天讲的是我的会员阿阳这个故事我要把它拿出来讲，我有问他，他有同意了就阿阳跟他的老婆之前在挑自产房子的时候，还在犹豫说到底是要买在蛋黄区安稳度日，还是去拼涨幅来试试看比较远但可能会涨的地方。然后房仲就洗他说那个蛋黄贵，但是长期来看租金回报很 OK 也稳健安全。那蛋壳区的房仲跑出来他也去看然后蛋壳区的房仲跟他讲说，郊区潜力无穷你买地就是等翻倍你败无可败，你怎么输阿阳就在想说，反正他现在才30几岁，他等得起那最后他决定怎么样，买在蛋壳去拼拼看。那后来你也知道了这次的房市急动，蛋壳区还没涨到就停了，所以阿阳并没有吃到这一波的涨幅，但是他跟我说没差为什么？因为蛋壳区房子就很便宜他缴起来就没有压力所以他打算就继续放就用10年去等那个涨幅，他都没差他觉得反正就给他放着就这样。现在的状态是他出租掉然后要缴那个房贷，因为他第二屋5成他有一半的自备款所以他的房贷很低啦。那这个租金冲掉房贷以后还有剩钱，缴完管理费之后都还有剩所以他持有那些房子已经就毫无压力，还给人家报那个社会住宅就这样毫无压力。然后他就说这样看看好像是没差第二屋5成去做第一总价好像也不错，不然如果还是以前的框架的话，即使他买郊区，他大概每个月还要再持续贴钱的状态，不会像现在这样憋一个大的，然后他5成塞进去，然后他每个月是领钱的状态然后他觉得这样蛮爽的但我想一想也是蛮爽就跟那个房价大涨之前我的经验差不多真的是租金冲房贷还有零用钱缴完管理费都还有剩他说他相信他会等到，我也觉得阿阳蛮厉害，愿意等那么久，他还30几岁，这个躁动的年纪，他愿意拿10年来等。然后等之后这个蛋壳区可能跟到下次的大涨的轮动就起来了，那就是怎样，就活该他赚钱，他愿意等那么久到时候他会变怎样？他会变先知。他说哇，你那时候眼光那么好，那买这个地方没有？他就是买了被套，然后套久了也没差不痛不痒的情况之下被套，之后遇到大涨他就变先知了，就是这样他可以拿到什么？绝对是比一般蛋黄区还要高很多的报酬，中间过程中没什么压力你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的政策，就是第二屋5成哇干叫
但是换个角度看，政府在保护你啊，你第二五层你都拿出来，那你去看低总价嘛，对吧？现在买卖房子又不是说非法的，又不是说谁在买第二屋抓起来枪毙，就没有嘛，那还是合法的啊，只是你要拿五层，那五层就五层，那就是看低总，600多万的五层，你杀一杀500多万的五层，对不对？对不对？250、280的事情嘛，那很安全啊。你做股票不是差不多这个钱哦，然后就来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败无可败，进可攻，退可守，租金、冲房贷都还有零用钱的情况。继续持有，财富永动机啊，大涨就大涨了哦，大涨就爽到你了哦，就这样，参考看看哦，这是真的哦，就是第二五层可以不用再来问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就2条路，你要继续凹你的蛋黄拼稳健，然后时间拉长，还是说你就去蛋壳蛋白？好，那蛋壳蛋白就是拼眼光，可能会被套，那套久了会怎样？也不会怎样哦。这个大寮以前不会啦，但是再烂再烂，大家买到凤山而已，买到大寮的艺高人胆大。那之前有做大寮的人，大寮我买过一瓶7万块，你知道7万块我要怎么输？我不知道怎么输然后3房还是租3房的行情所以租金冲房贷都还有零用钱哦，就是这样。持有那间到底有什么压力？怕失火或怎么样而已吧，那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除此之外，我真是觉得第二五层就是逼钱往外围低总价去跑。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啊，不然你房价在大涨的时候，那个低总会趴在那里，钱全部都滚到蛋黄去，这样发展就不均衡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这样。